好的，我们接着来谈理解抑郁症。我们很多人不明白啊，为什么抑郁的人会没有活力，会麻木？我们知道抑郁有3个典型的症状，第一个是较长时间的情绪低落，第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第3个呢就是精疲力尽，容易疲劳。好，我们来谈后面2个，为什么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没有活力？为什么会精疲力尽，容易疲劳？好，是这样的啊，通常我们在遇到负性事件的时候，或者压力啊、应激啊、创伤啊，这个人在应对压力事件的时候呢，有3个阶段。就像我们遇到一条疯狗，第一个就是警觉，警觉的话，这个干嘛呢？心跳加速，呼吸急促，看到肠胃的血液流向肌肉，肝脏分泌血糖，肾分泌肾上腺素，血液冲向大脑，大脑充血，脑子转得快，瞳孔放大，这种战斗模式准备应对危机的。这我们紧张也好，考试紧张也好，遇到疯狗也好，这种战斗模式警觉，这时候呢是提升我们的能力，让我们跑得更快，心脏的发动机嘛，拳头更有力量，这是来抵抗这个危机的负面事件，抵抗。但如果抵抗的时间持续过长，它对你的内脏的能量持续消耗，就导致你枯竭，枯竭了之后呢，人就会精疲力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是3个阶段，我们具体来看一下。那么关于这种情绪的唤醒，就是我紧张焦虑，持续的焦虑，对我的能量的消耗的影响，对我身体的影响。第一个呢，会让人头疼，最有名的头疼是曹操。曹操为什么头疼呢？我当然这个是推论哈，他要打仗陷入到中度的紧张兴奋，他不一定害怕。看到肠胃的血液流向大脑，他脑子清醒，可以3天3夜不睡觉，一天到晚不吃饭，不觉得饿，精力充沛，脑子好使。当他打了胜仗以后放松下来，他脑部的血液部分流回肠胃，他就开始头疼了。为什么？大脑毛细血管长期扩张，部分血液流走以后，它回缩不了，毛细血管的这个有间性，就会让人脑仁疼。通常容易头疼的人呐，一般比一般人容易焦虑，他就唤醒他，而且头疼是他放松下来之后才开始脑仁疼啊。这第一。第二呢，它会让人睡不着觉，失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情绪唤醒和睡眠是反作用的过程。你处于一个警觉的阶段，总觉得旁边有条疯狗，明天要考试了，一会儿要比赛了，这种警觉的阶段是唤醒的。唤醒的话，那跟睡眠是反作用的过程，所以呢，让人睡不着。所以很多时候来改善失眠，主要在处理这个情绪的唤醒上。所以，但是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明天考试睡得不太踏实，这很正常，正常人的反应嘛，这种应激嘛。第3，肠胃的问题。请问大家，茶饭不思是说你吃不下饭呢，还是说你心情不好啊？往往心情不好。请问大家，你特别开心、特别愤怒、特别焦虑、特别紧张的时候吃东西有胃口吗？为什么没有胃口啊？因为肠胃这个情绪把你肠胃的血液调到肌肉和大脑，肠胃功能紊乱，吃东西就没有胃口，所以就吃什么都没有胃口。所以要判断一个这条很重要，我们判断一个人心情好不好看不出来，但是他今天吃不下饭，排除到身体的原因，往往是心里有事儿，这是要多加关注。甚至呢，我们闻闻他的口气啊，如果他这个人肠胃消化不好，就说明他最近处在压力当中。我们大家有体会的吗？这第3。最后第4个，为什么抑郁的人会没有活力呢？告诉大家，持续的情绪唤醒啊，它对人内脏能量的消耗巨大。有多巨大呢？我请问大家，当你特别焦虑、特别生气10分钟，放松下来之后，你累不累？当你特别紧张10分钟，特别焦虑10分钟，放松下来，你累不累？从骨头里往外的觉得累，整个人想瘫在地上。好，情绪的唤醒对内脏能量的消耗巨大，有多大呢？我举例子就明白了。咱们跑100米，一天可以跑几趟？跑3趟没问题。告诉大家，天才的博尔特参加比赛，第一天跑第1趟，第2天跑第2趟，第3天状态最好的情况下跑第3天决赛，第3趟拿了冠军。记者采访博尔特，不同场合问过同一个问题：博尔特先生，现在你拿了冠军，最想干啥？博尔特说：我现在累得什么都不想干，我只想睡觉。你就会说了，3天跑3趟就很累啊，他有什么好累的呢？博尔特的3趟跟普通人的3趟完全不一样。大家看到，他在10秒钟爆发出最大的能量，他的心跳的速度要跳得最快，跳到嗓子眼儿，
跳到嗓子眼，所有肠胃的血液蹦到肌肉，恨不得后面有条疯狗在追他，极度兴奋的10秒钟可以让他累得什么都不想干。请问你的身体比博尔特还好？所以呢，持续的处于情绪低落啊，这个负面情绪当中的人啊，对他的能量的消耗巨大，所以他无精打采。哎呀，我喝口水都觉得费劲。哎呀，我躺着都觉得不得劲儿。就不得劲什么呢？持续的消耗。所以呢，要保持精力充沛，一定要阳光心态。这条是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抑郁的人呢，他没有活力，好，无精打采的原因。第二，为什么抑郁的人他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呢？就没有，这明明阳光明媚的，你怎么没一点快乐都没有呢？怎么回事呢？因为隔离。抑郁的人呢，他持续的痛苦啊，可能因为外界的一些刺激让他持续的痛苦，不管是外面的环境啊，狗的那个电击的狗的实验也好啊，还是说这个小时候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暴力的环境啊等等啊，或者创伤啊，或者重男轻女啊，持续的痛苦。因为我总是情绪唤醒的话，我会整个有机体会消耗干净的，会枯竭的。所以根据第3个警觉的阶段呢，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什么呢？开始适应了。适应了之后呢，就变得麻木了。这个适应的阶段就是说我把它隔离了，我感受不到痛苦。感受不到痛苦，把它隔离了以后是一种防御机制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防御机制，感受不到痛苦，让我就可以舒服一点。但是呢，他也就隔离了快乐，他就相当于戴了墨镜看世界一样，那看什么都是一层重重的一个隔离，他就麻木了。不是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呢？明明是挺好的挺开心的，他感兴趣不起来。所以呢，这样呢，这是持续的负面情绪下的适应反应，它有积极的作用，就是能够来隔离痛苦，但是有消极的作用，也隔离了感受和快乐。那么将来我们来谈怎么让我们有活力，怎么来破除隔离。本讲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能更好的理解抑郁的人，他很多时候不是在演戏，也不是装出来的，那得多高的演技才行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帮助他更好的去走出困境。谢谢大家。